许是魏无羡哭迷糊了，竟将自己心中所想喊了出来。蓝忘机听着是愈发心疼了。我要，羡。蓝忘机声色地安慰着他，倒也磕磕绊绊地将话说了个清楚。这般缠了好一会儿，最终以蓝忘机再三保证不会丢下魏无羡不管，还带着他去小厨房看着他做饭为结束。夜里，蓝忘机就连打水都带着魏无羡，总算是将他哄得笑开了怀。而韩光君耳边的一抹绯红，竟一晚上也没能消下去。左手，蓝湛清冷的声音在静室中响起，还带着丝丝的颤抖。他正在帮智商只有3岁的羡羡洗漱。魏无羡看着眼前长相俊俏的哥哥，乖乖地抬起胳膊，方便蓝忘机擦洗。右手，抬起右胳膊，脸，乖乖地把脸凑过去。好了，衣物自己穿。蓝忘机帮魏无羡擦洗好，慌忙别过身子，不去看浴盆里光溜溜的魏无羡，面颊上红的仿佛擦上了胭脂。羡，冷。魏无羡眨巴眼睛，望着蓝忘机一脸恳求。他才不想自己穿衣服，他想二哥哥抱抱。蓝忘机会错了意，以为3岁的羡不会自己穿衣，想着就当他是个孩子，帮他穿个衣服不是冒犯之举。于是心里一边默念着雅正集，一边将魏无羡从水里捞了起来，擦干，换上自己的衣服。看着将蓝家袍穿得雅正无比的魏无羡，突然想起该就寝了，又颤抖着手将魏无羡身上的外袍扒了下来，徒留一件内里的衬衣。扒的时候狠狠地低着头，连魏无羡的脸都不敢看，生怕对面的人觉得自己是在轻薄他。收拾好了这一切，他一抬头，撞进了魏无羡一片笑意的眸子。他险些以为魏无羡下一秒就要恢复正常，开口调笑了。只可惜眼前这个懵懂的小傻子并不能理解蓝忘机心底的那份悸动。二哥哥，抱抱。他伸开长长的手臂，环住蓝忘机的脖子，赖进了他的怀里。魏婴，松手。蓝忘机猝不及防被他抱了个满怀，下意识地将他推开。魏无羡从未曾主动对他如此亲密，他甚至觉得眼前这个魏婴是被夺了舍的魏婴。魏无羡被他推了个踉跄，坐在地上一脸不解，许是摔得有些疼了，愣了一秒，竟冲着蓝忘机放声大哭起来。蓝忘机看着眼前失声痛哭的魏无羡，无措得很，忙将他扶起来安慰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摔疼了吗？蓝忘机虽是手足无措，却还是不经意间将声音放得温柔极了，还小心翼翼地将手伸向魏无羡身后，轻轻地帮他揉着刚刚摔在地下的2个小团子。魏婴的臀好软，本只是帮他揉揉，减轻痛苦，可揉着揉着，居然有些心猿意马。哥哥，抱。魏无羡软软的话语及时打断了蓝忘机的不正当想法。蓝忘机看着眼前目光清澈的魏无羡，暗暗地骂了自己一句孟浪，便将魏婴拥进了怀里。你好好休息，我去偏房。一路将魏无羡抱到了床上，给他掖好4角的被子，他便想着去偏房休息了。可还没站起来，便察觉到衣角被轻轻拉扯了一下。二哥哥，裴羡。魏无羡看着他，一脸委屈。他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觉得眼前的这个哥哥好生熟悉，好像是认识了很久的人。只有在这个哥哥身边，他才会感觉很安心。可自己的脑海里，除了爹娘和那些在街头讨生活的日子，也记不起来别的了。一费劲儿的想去想些别的，就脑人疼。蓝忘机纠结地看着他好久，本来坚定的想法也被击了个粉碎。他本想着魏婴现在醒来了，2人同榻而眠便是不妥了，若是有一日他彻底清醒，怕是会怪他。而自己其实早已习惯了枕边躺着魏婴的日子，但是现在还来得及，自己离开他，不能再让这个习惯延续下去了。可是他真的好想和魏婴就这样继续下去，同榻而眠，同枕而息，同桌而食，甚至最终还是感情击溃了理智。罢了，若是魏婴醒来要恨，便恨吧，就容我再自私一回吧，
终于，魏婴安安心心地躺在了蓝湛的身边。也许是白天玩累了，他睡得很快，而一旁的蓝湛却睡不着了。对于他而言，魏婴醒来了，他至今不敢相信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思念侵入骨髓，他才深深刻刻地认识到，他的魏婴真的回来了。蓝忘机的脑海中一片清明，睡姿也是雅正极了。而一旁的魏无羡却不安分了，身子扭来扭去，许是畏寒，闹腾着要往蓝忘机的怀里钻。蓝忘机纵容极了，不一会儿就让魏无羡在怀里寻了个舒服的姿势，沉沉地睡了过去。他却惨了，被魏婴这般一蹭二蹭的，生生蹭出了火来。深呼了几口气，将身上的那股灼热的火压了下去，侧着身子，紧紧地将魏无羡搂在怀里。月光从静室的窗外透了进来，虚虚地打在魏无羡的小半边脸上，刚好够蓝忘机看得清楚。他低着头看着怀里的睡颜，是他梦寐以求的样子。魏婴有些瘦了，须得多补补。魏婴的睫毛又浓又密，怪不得眼神总能撩拨人心。魏婴的鼻子小巧挺拔，怕是10里外的酒香都能闻得见。魏婴的嘴晶莹剔透的，好似很好亲的样子。他没忍住，低下头啃了一口，看着怀里的人咂巴着嘴的样子，他笑了。魏婴真好看，怪不得有那么多姑娘为之倾心。眼前此情此景，当是他一直求着的样子。眼前人是心上人，枕边人是心上人，怀里人是心上人。第二天，蓝忘机是被烫醒的，觉着怀里好似抱了个小火炉。他睁开眼睛，映入眼帘的便是魏无羡红扑扑的脸蛋，红得不正常。手放在额间一试，果然发了高热。魏婴，魏婴，醒醒！蓝忘机摇了摇怀中的人，想要将他唤醒。二哥哥。魏无羡被摇了一通，迷迷糊糊的醒来，觉着自己浑身都提不起劲儿来，嗓子还痛得要命。魏婴，感觉如何？蓝忘机看着眼前皱着眉头的人，心中焦急得很。呜呜，二哥哥，羡羡难受，声音嘶哑着，险些说不出话来。魏无羡越难受越委屈，眼中竟含上了一泡热泪，说话也哽咽起来。莫哭，眼前的人难受得紧，蓝忘机也不好受，只得紧紧将他抱着，想着一会儿去煎些治疗高热的药来。乖，你好生躺着，我一会儿便回来。蓝忘机将怀中的人放在床上躺好，便起床洗漱煎药。魏无羡拽着他的衣袖，不想让他走，可一看见蓝湛眼下的那团乌青，还是放开了手。二哥哥好像没有休息好，羡羡要乖，不能惹二哥哥难过。魏无羡不知道，他怎样做蓝湛都是不会生气难过的，只因他是魏婴。蓝忘机看着眼前缩回手满脸委屈的魏无羡，没忍住，又抱起他亲了亲，当着3岁羡羡的面耍了流氓。蓝忘机红着脸走了，当是去给他煎药了，可床上的魏无羡却开心了。娘亲说亲亲就是喜欢，二哥哥也喜欢羡羡对不对？嘿嘿，二哥哥喜欢羡羡。魏无羡摸着蓝湛亲过的面颊，笑得一脸灿烂，也顾不得高热难受了。蓝忘机去往了静室后的小厨房，一边煎药一边分析着眼下魏婴的情况。许是魂魄未能完全归位，所以魏婴现如今的身体极弱，昨日在外面待了许久，又在软榻上睡了一觉，这便引发了风寒之症。魏婴发了高热，定是由于魂魄未能归位的原因。